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就在昨天，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被大家热传，说是中国呢在西部地区，在甘肃密集的部署了119个核弹发射井，并且他们的建设速度异常的快，就在半年之内就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为什么中国要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迅速的建成这119个核弹井？这些核弹井它是真是假？中国是不是要用这些核弹来威慑美国呢？在中共决心武统台湾的时候呢，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这个究竟是不是中共的目的呢？本期节目呢，乌鸦三语就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并且呢，乌鸦三语呢还深入虎穴，费了好大的力气，跑到这家卫星图片公司里边去注册账号，并且呢去验证。好，在下边的时间里边呢，乌鸦三语将陪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这神秘的119个核弹发射井。相信朋友们在这几天里边对这张图片呢一定不会太陌生。无论是大家在其他的这些 YouTube 的自媒体频道里边，或者说是在这些各大的新闻网站里边的头条呢，都展示过这张图片，并且呢，给出来的标题通常都是很耸人听闻。这是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了100多个核弹发射井，相当于现在中国所拥有的核弹总数的1/3，并且呢，它的扩展速度极快，就在半年之内就出现了这些密集的核弹发射井。乌鸦三语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是虎躯一震啊！我心里边就在想，中共这是不是在憋个大招呢？他们究竟是不是想要和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后来横想竖想，中国增加核弹数量这种事情，它对于中国来说，它没有任何好处啊。如果说它是为了和美国保持核威慑力的平衡的话，那么相较于美国所拥有的5000多枚核弹来说，就算中国再增加这119枚核弹，那么它也并不能让中国在这个核弹跷跷板上得以翘起来，对不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里边呢，就包括美、俄、英、法、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以色列和朝鲜。这9个国家所拥有的核弹头总数到目前为止呢是13000多枚，其中呢11800枚都属于美国和俄罗斯2个国家所拥有，剩下的1200枚呢分属于剩下的这7个国家。要说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会拥有那么多数量的核弹呢？其实上呢，追根结底来说，这也就是人类当时认知的高度还不够。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人类的愚蠢以及脑残共同推动着美俄2个国家呢生产出来那么多的核弹头。我们全球的核武器呢是在1986年达到顶峰，那个时候呢人类制造出来了7万枚核弹头，基本上呢就是分属于美国和俄罗斯2个国家。7万枚核弹头这个数量呢好像大家呢没有一个概念。乌鸦三语呢打个比方，比如说把这7万枚核弹头把它丢在中国，让大家对这个数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中国呢有333个市，有2846个县，把它们加起来以后呢是得到3179。换句话来说呢，中国有3179个城市。那么如果这7万枚核弹用来打击中国的话呢，就是每个中国的县城以及中国的市都能够挨上22枚核弹的攻击。如果说仅仅是针对中国333个城市进行攻击的话呢，那么每个城市可以分得210枚核弹。就算每天扔1枚的话呢，这210枚足够扔大半年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密度以及它的这个城市的密集度它比较高啊，美国的人口密度呢要比中国低很多，那就更别说俄罗斯了嘛。所以呢，这7万枚核弹如果是扔在美国或者俄罗斯的话呢，它够炸更久的时间。这正因为是人类的愚蠢，所以呢才干出这7万枚核弹这种荒唐事情来。那么到了今天，如果说谁还要抱着去增加核弹数量来谋求达到某种平衡的话，那么乌鸦三语只想说，这种人呢，你只适合生活在80年代，因为抱着这种思想的人，他来到2021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好，前面我们说了有7万枚核弹，那么到现在呢，已经被削减到了13000枚。那么在这个期间里边，被削减下来的这57000枚核弹头，他们又去哪里了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搞清楚我们经常说的原子弹、氢弹。虽然说它们统称为核弹，但是它们使用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铀235，用它所制造出来的呢，我们通常称它为原子弹。我们都知道原子弹呢，它是用炸药的力量来产生高压，让它内部的2块半球形的铀呢产生极高的压力来挤压中心的中子源，最终呢引发链式反应。而氢弹想要引发裂变反应的话呢，当用普通的炸药来推动这个氢的同位素来产生聚变反应，这样呢它还并不能达到聚变要产生的临界条件。所以呢，在引爆氢弹的时候呢，它通常都是要引爆1个或者是很多个小型原子弹，用它们产生的高压让这些氢的同
同位素达到可以产生聚变的临界条件。所以说呢，原子弹它就是原子弹，氢弹呢它等于是一颗小原子弹再加上一颗大氢弹，就是这个原理。OK， 乌鸦三语说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要拆除它们。拆除它们呢，总得给它们找点用处吧。好，我们现在的核电站里边所用的核燃料棒，它其实呢就是铀235，它的含量非常的低，与这样武器级的铀呢，那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呢，这些从核弹头上拆出来的高纯度的铀，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处理，把它的浓度降低以后，它就可以再次被利用起来，把它们变成核电站的燃料棒。这样一来呢，它们就能为人类源源不断的提供清洁的能源。这个呢，就是这些核弹头最好的归宿。好，这个呢是铀235，但是呢，很多核弹呢，它并不是由铀235制造的，它是用钚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放射性的同位素制造出来的。那这些东西呢，它就并不能把它降低浓度，把它用在燃料棒里边。所以就说呢，这些东西啊，即便是把它拆除以后，也得建一个大仓库把它放起来，并且呢，还得花钱让很多人呢随时看着它，监测着它。除此之外呢，还要派出部队来给他们享受全世界最高级别的防护，因为这些东西呢，一旦落到恐怖分子的手上，那个呢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灾难。而且呢，这样的工作呢，它是需要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天荒地老。所以就说呢，像这种愚蠢的事情呢，美国自己呢也是个冤大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和苏联在冷战的时候呢，双方呢就像疯了一样的去造核弹头，并且呢，美国成功的又发起了这个太空战，进一步的削减了苏联的经济能力，让毛子们的这些钱呢，每一分钱呢都花在这些花里胡哨，并且呢没有半点卵用的事情上面去。这样一来呢，苏联呢终于被拖垮了。就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突然一拍大腿，发现哪里不对啊？曾经呢，美苏两国所拥有的7万枚的核弹头啊，其中呢有一半不是在苏联吗？那苏联的这些核弹头呢，又分布在这些已经解体以后的曾经的加盟国里边。这些加盟国呢，有强有弱，有大有小，对不对？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啊，他们完全无法掌控这些核弹。那些更小的国家咱们都不说了，就说乌克兰。乌克兰呢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了吧，他手上呢有3000枚核弹头，即便在今天呢也超过了英法中3个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总和，妥妥的是世界上第3大有核国家。但是呢，碍于当时很多军工的科研部门呢，它被完全分离开以后，它就是一个一个那种非常独立的部门。当失去了国家这样的协调之后呢，这些部门之间就不再合作了，根本就玩不转。所以呢，乌克兰哪怕是拥有那么多数量的核弹，但是呢，他对这些核武器呢，并没有控制以及再生产的这种能力。用乌克兰第1任总统克拉夫丘的话来说啊，我们就好像是拿着手榴弹的猴子。这时候呢，美国才发现啊，这他妈是操了大蛋。以前和苏联之间虽然说呢，双方的这个核弹头都非常多，但是至少不用担心这些核弹头会跑到国际黑市上面去吧，至少不用担心什么卡扎菲啊这些人可以得到这些核弹头吧。就像乌克兰第1任总统所说的，自己好像是一个拿着手榴弹的猴子。那这时候如果有人给他扔个糖果，扔个橘子，他会不会就把手上的手榴弹给别人交换了呢？说是迟那是快啊。这个时候的卡扎菲呢，已经向他们明码标价。卡扎菲呢，向哈萨克斯坦抛出橄榄枝，他愿意开出500万美元一枚的价格来收购这些废旧的导弹。那大家也别忘了，那是90年代啊，这不是现代，所以呢，500万美元在当时呢也是非常多了，并且呢，这也并不是上限，这仅仅是开价而已。哎，小老弟，你们家的这个核弹多少钱一斤？只要你们保证这个货不错，而且呢包个运费吧，最好呢顺带的再送2个专家给我，钱根本就不是问题，你们呢直接派人过来用扁担挑。在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的这些加盟国们呢，他们的经济可都不怎么样啊。再加上呢，以前苏联共产党时期的那种体制性腐败呢，它还在延续啊。这时候呢，不要再遇到个什么贪污腐败官员，收个100-200万美元呢，就真把这个核弹给弄出去了。美国呢，也只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边吞啊。老子呢是亲自花钱和俄罗斯搞军备竞赛，搞核弹竞赛，最终呢，老子已经赢了。现在呢，又要老子亲自来花钱帮你们销毁核武器，你说你妈这是不是报应啊？所以就说呢，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世界警察呢，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当的，对不对？这个呢，就是人类要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的代价。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起中国很多小粉红了，吵闹着要造几千枚核弹。乌鸦三语啊，只有2个字送给他们：傻逼。Do you prefer communism or capitalism? Communism, yeah. Oh, so you prefer communism? Yeah. And
You don't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does anything wrong? No. No wrong. Not wrong at all. So putting people in jail for practicing religion is okay. Yeah. Freedom of speech, stopping people from protesting, it's okay. Yes. 我觉得原子弹这种东西啊，你手上捏个100-200枚真的已经足够了，你再多没有意义嘛。核弹头数量再多，你得有投送手段，对吧？如果说中国呢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话，咱们呢先不说拦截手段，就说投送能力，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你第一波你能够发射出来多少枚？乌鸦3语觉得呀，顶天了100枚。那么在只有100枚投送能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去大量的制造核弹头，这个没有用的嘛。你造3000枚放在家里边，那只是好看而已啊。因为无论如何呢，你肯定没有第二轮发射的机会嘛。好，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看一下这个核弹发射井。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出来这种核弹发射井这种东西呢？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受限啊，在冷战那个年代，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个技术还并没有那么成熟啊。想要发射一枚射程达到10000公里以上的导弹，那么液体火箭发动机这就是唯一的选择。那对于这些易燃易爆的液体，并且呢有着极强腐蚀性，还有剧毒，这种燃料呢只有在发射前才被加注进火箭。因为这种极易燃烧、极易爆炸的气体，它并不能做到100%的无泄漏，只要极其微量的泄漏以后，它就能够酿成悲剧性的后果。对于这样的核弹发射井来说呢，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敌方第一轮核打击的目标对象嘛。在对方的原子弹来袭的时候，这些核弹发射井它们的保护能力也是有限的，就算说它的主体结构没有被破坏，但是呢，因为剧烈的震动，因为冲击波的震动，也足以让这些加注液体燃料的这些火箭呢发生重大的泄漏事故。我们都知道啊，这种洲际导弹呢，它实际上就是一枚运载火箭嘛。平时运载火箭在发射的时候呢，天气差一点的时候都发射不了，对不对？运载火箭如果裸露的放在这个发射台上，风吹日晒雨淋，这个火箭这个核弹它自己就坏掉了嘛。所以呢，核弹发射井这个东西呢就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呢就是为了来保护这枚昂贵的火箭以及上面的核弹头，让他们呢免遭风吹日晒雨淋，并且在敌人的轻度打击之下还有能力存活下来。所以就说呢，核弹发射井也只有是在那个年代才会应运而生的一个产物。如果说放到现在的话，完全用不着啊，因为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这个火箭的弹体这个体积呢也越做越小，但是呢它的运送能力，它的这个射程呢一点都不打折扣。把这些核弹呢装在车子上，装在火车上，让它有轮子到处跑，难道它不香吗？在它的外表上面呢，还可以把它伪装成任何的民用的设备、民用的车辆，让这些核弹发射井它有移动的能力。那么在战争之下，它是不是生存能力就能提高非常多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能下结论啊，核弹发射井就是在冷战那种特定环境之下，并且呢是在发动机燃料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方案。那么肯定有朋友说，到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有核弹发射井还可以再运作啊。那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嘛，冷战时期留下来这些武器它还可以运作，它还没有坏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理由把它废弃掉嘛，对不对？其次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不是签了中导条约嘛，两个国家之间呢都互相监督，禁止发展中程导弹。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来说，以前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枚的这种战略核导弹都是射程1-2万公里的，他们呢都躺在核弹发射井里边还没使用嘛。根据一些披露的材料来说呢，美国拥有2000多个核弹发射井，到现在还能运作的数量呢，这肯定是机密嘛，我们不知道。但是乌鸦3语可以断定啊，它绝对不会太多，因为现在核威慑吧，主要是由核潜艇来完成了，像这样的陆基弹道导弹发射井呢，它必然的会在历史当中消亡。好，大家请看我后边这个图上呢，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核弹发射井的集群。这个图的出处呢，是有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反核战争的一个 NGO 的一个负责人吧，算是他自费去跑去调查，并且把这些图给画下来。美国军方呢，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对于美国军方来说啊，对于这些呢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呢可能还没有解密的这些核弹发射井啊，为了他们去践踏美国法律，把这个人给抓起来。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呢，可能有点过分，所以呢由他去吧，就他爱画就画吧，他爱出版就出版吧。在他的地图左下角呢有一个比例尺，我们可以在比例尺上看到啊，它的每个核弹井和井之间，它的间隔距离呢基本上都在5英里以上，5英里呢大概是等于8公里多一些。也就是说呢，在地图上面这些井与井之间呢，至少间隔有1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个图片呢，中国密集排列的这119个核弹发射井，它的井与井之间的间隔呢，绝对没有10公里。所以单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新闻就非常可疑。好，我们回到这则新闻本身。中国呢，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了119个核弹发射井。
对于这样的新闻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人呢，他们无非就一类人，他们非常盼望中国的军力呢异常强大，希望中国的核弹数量呢非常的多。这样的人呢，通常都是小粉红，他们非常盼望把这些数量巨大的核弹头呢，把它丢到日本、丢到台湾、丢到美国。稍微理智一些的呢，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核弹数量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就不管怎么说嘛，它就是个好事情，整个世界都难再找出一股力量可以和共产党来作对了。这些小粉红呢，就实现了永世为奴的一个梦想。其次呢，知道这个新闻是假的，但是呢却喜闻乐见的人是谁呢？那自然是美国军方嘛。你看敌人都已经在威胁我们了，新增119个核弹发射井，难道这个时候国家不给点拨款吗？所以就说啊，乌鸦3语呢到这里可以100%的下一个结论，这则新闻是假的。那个图片呢，也就是由这家商业间谍卫星公司他做的一个过度解读。为了验证我的想法呢，在后边的时间里边，乌鸦3语呢带你们一起去探查一下这个公司，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发出了这样的图片，并且呢把这种图片解读为中国呢正在建设核弹发射井的。好的，请大家不要走开，后面更精彩哦。中国的核弹数量呢，它从来不对外公开，一直是一个秘密。世界上各地的这些分析机构呢，他们对中国核弹数量的评估一直都认为在300枚以内。这个数据的更新呢，最后是在去年的9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其中呢，首次由美国官方提到了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它是这样描述的：略微超过200枚。像这样的数量呢，乌鸦3语呢觉得它是非常理智，并且呢非常聪明的一个数字。就像我前边所说的那个例子嘛，美国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妈造了3-4万枚核弹头，打赢了冷战之后呢，再次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自己再花大价钱销毁自己的核弹头不说，又花了一大笔银子去帮着曾经的这些敌对国家呢去销毁这些核弹头。所以就说呢，中国没有步美国的这种后尘，这个呢是比较理智的行为。那么结合前边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推断，核弹发射井这种东西呢，它必然要消亡在历史之中，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是它的时代了嘛。那么大家请看这个图上，如果说这些真的是核弹发射井的话，它这样密集排列，如果是对方的一枚核弹它先打过来，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些整齐排列并且呢非常密集的核弹发射井，它还能有多少可以幸存下来？所以就说嘛，如果它是核弹发射井的话，那它一定是一个傻子设计出来的。我们看到的这篇新闻呢，它最早的出处是由美国华盛顿邮报所发出来的，它引用的呢是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扩散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推特号。这个推特号呢贴出来了这张卫星照片，这张照片上的这个核弹井呢，也并不是这个詹姆斯马丁自己解读出来的，而是由这家名叫行星实验室的这一家卫星公司，他们自己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追这个新闻源头啊，我们就要去这个行星实验室这家公司去探查一番。为了给朋友们一探究竟呢，我还故意去注册了账号，又是验证手机啊，又是什么验证邮箱，要搞好半天的。这家公司的页手上面呢，它就贴出来这样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有3张照片组成的，它分别是在1月、3月和6月这3个时间点分别拍下来的。大家请看，在1月份的时候呢，还是一片戈壁滩，什么都没有，一片荒芜。到了3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渐渐的出现了路，而且呢有这些小路的分叉都已经有了。等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大家请看，这个所谓的发射井呢已经成型。乌鸦3语呢为了一探究竟，故意注册这个账号呢，就是为了看更多时间点上以及其他地方的变化。我特别希望这个卫星图片呢捕捉到一些工程机械，甚至呢是把这个导弹给吊装进去的这种图片，如果有的话，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对不对？但是呢，当我进入到他们公司这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却是这样的，这你妈就是一个坑逼嘛！我操！大家请看，全世界都是亮的，唯独呢就是把中国和朝鲜给遮起来了。那请问大家，你们觉得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乌鸦3语觉得呀，这一定是这家商业公司啊，他们手头不宽裕，于是呢想到来收割一下这些独裁国家。想要收割什么中国、朝鲜这些国家，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要爱党爱国，对不对？就要变成弗拉富那样的爱国洋五毛。我们中国真的这么厉害？厉害了，我的中国！中国人 ，I'm Chinese。只要表现得像弗拉富一样的呢，就能轻易的在这些独裁国家里边发大财。但是这家来自于加州的卫星公司呢，人家做起事情来呢，可真是有排面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家呢可不是装孙子啊！这家行星实验室公司，先是在主页上稍微透露一点风声，等同于就是跟习近平和金正恩说：“嘿，两个小老哥，我正在看着你们哦，你们裤裆里边有点什么猫腻，我都知道哦。”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和金正恩呢都派人送钱过来了嘛。
好，我知道你看得见，但是呢，麻烦你不要乱说，你不要把它发布出去。麻烦你呢，把朝鲜和中国都蒙起来吧。至于说你想要多少钱呢，你自己拿着扁担去挑吧，随便，只要你挑得动。好，前面这段扯犊子的事情呢，就是乌鸦三语脑补出来的。这家卫星图片公司为什么在地图上边中国和朝鲜要被蒙起来？这个呢，就是因为中国和朝鲜给了钱。好，那么既然说这家行星实验室公司收点小钱呢，自己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于是呢，乌鸦三语就想到，那我去谷歌上面去验证一下吧，谷歌地球上面总能看到一些吧。好，大家请看这个坐标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导弹发射井它所在的坐标，在新闻上边出现的。当我输入这个坐标以后呢，我们就来到了甘肃省玉门关市的旁边，在这一片戈壁滩上呢，它的形状非常像一个贝壳。在这个贝壳的左边呢，就是这些标明了有核弹发射井的这些地方呢，我并没有发现到这个上边有任何的图像，它只是一片模糊的戈壁滩。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谷歌至少半年以上没有更新过这个区域的卫星图片。当我把镜头拉起来，把整个贝壳显示在我的视野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在贝壳的左边，它有一些条纹。你妈，这是密密麻麻的是些什么东西啊？难道是成百上千的核弹发射井吗？乌鸦三语，我是虎躯一震啊！我似乎是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啊！中共难道真的疯了吗？在这样的戈壁滩上密密麻麻修了那么多成百上千的核弹发射井啊！于是呢，我继续放大这个区域，然后呢，就如各位所见，它其实上呢都是些大风车。好，那么现在呢，整个谜底已经揭开了，对不对？这些所谓的核弹发射井，它们其实上呢，全部都是一些风力发电机。在这里呢，乌鸦三语想对这些也被这条新闻所震撼，并且呢，已经做了节目的这些中文的 YouTuber 来说，再下次呢，这种新闻得自己验证一下，不要说是像这些主流媒体发了，它就一定是真的，他们里边肯定也有数不清的利益勾结，对吧？就像我前边所说的，为什么这家公司的这个图片里边呢，朝鲜和中国是黑的呢？对不对？并且呢，乌鸦三语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如果说整件事情都是中共策划出来的呢，他们花钱去让这家行星实验室公司去杜撰出来这样的假的图片、假的解读，然后呢放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然后呢再去找一个那种野鸡专家来做一番解读，并且呢最后找到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让他发这篇文章。大家看整件事情呢，这家行星实验室公司挣了钱，收了钱，这个记者也收了钱，并且呢华盛顿邮报也找到了这种好材料，这种花边新闻好材料。那么华盛顿邮报等于也是挣了眼球，也赚了钱。好，那美国政府好像是白宫的发言人还回应了这个新闻。好，整件事情到这里以后呢，他暂时告一段落，让它发酵一下。等过几天以后，中共呢他就会拿出高清的图片，就在风车底下拍给你看的图片，然后呢来进行一波所谓的辟谣。那么他这样辟谣的动作，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来伤害美国的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当大家看到这些辟谣的图片的时候呢，他回想起前几天呢，他居然信了华盛顿邮报说的那个是核弹发射井，是不是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这样一来呢，美国的这些新闻媒体他们的公信力是不是就被伤害了？所以呢，综合前边所有的信息来看，乌鸦三语推断啊，这个整件事情呢，也是中共对外的舆论战的一个环节。下边呢，我给朋友们准备了4段您可能会喜欢的影片，您可以任选其一继续看下去。今天的这个119个见了鬼的核弹发射井呢，乌鸦三语呢就给大家解读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